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呃，上午发了这个戴院回罗伯特教授的那个英文的一个视频啊。实际上呢，我是确实是口音比较重啊，关键是它不是母语嘛，所以专业的东西我是念都有点费劲的，所以咱还是用中文继续说。但是呢，我会做成完整的英德日韩的字幕啊。这个罗伯特教授啊，他还是很认真的啊。他第一篇回复啊，其实就是把论文看完之后呢，写了一个初步的感受。那第二次呢，他又回复了啊，他在知乎上也看到了戴院的回复，并且呢，他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这个就让我想起呢，这个咱们习老师啊，在知乎上的一个回帖。这个在论文发表之后啊，很多人都发了各种各样的回复也好啊，诘问也好啊，支持也好啊。这里边呢，有的呢确实是不是很有道理的啊。所以呢，习老师说呢，我们的文章上线之后啊，收到外国人发来的邮件都很友好啊，interesting 巴拉巴拉。那国内说中文的这些所谓同行呢，没一个哪怕一丁点正面的，各种阴阳，还去把我们每个人的简历找黑点，这就是现状。这个习老师姚教授确实受委屈了啊。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学术气氛啊，确实是还是有些问题。毕竟呢，对于 LK99这么一个特别有争议的话题，这个道派、技派呀、岛派、技派之间的这个论战也好，这个争斗也好，还远没有到最后，而且非常凶险。那另外一个姚教授的帖子我就不转了啊，就是姚教授说的能不能立住啊？幸亏我那天立住了，怎么样呢？确实能看出里边也是刀光剑影。那在这里边啊，其实最大的技派啊，不在中国，在韩国。韩国政府那才是真正的大鸡派。我正在录一个视频，这就是韩国政府的一个文件，我还没看完啊。那下一期再跟大家聊。今天呢，我们就聊一下，罗伯特教授的这个回复很有意思，看到了吗？他把这个戴院在知乎上的手写的那个草稿都扒出来了，很厉害啊。他说呢，我在知乎网站上看到了2篇文章，其中包含了更多关于 LK99的新型硫化物版本合成的信息这是王等人的预印本。那这种合成背后的一些动机正在变得更加清晰，并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首先呢，他列出了在知乎上的文章就是包括这个草稿这个还是后边这个文章。然后他说呢，他是通过谷歌翻译和一些母语者的帮助来阅读这些文章，但是由于语言原因我可能有误解的地方。你看这话说的就是很到位，可能他的学生或者朋友里边有懂中文的，就帮他讲一下是怎么回事。他说文章1似乎展示了实际的配方就是戴院的这个手写的草稿，这个是将来要成历史文物的，戴院你可得保护好啊。是的，这与我之前的想法一致，铜磷酸盐、铅磷酸盐和硫化铅的混合物。如果图像中的数字代表质量克似乎这样，那么这与论文中的铅和铜的比完全一致。请注意，硫的含量比所述的组成要高出20%，这表明使用了过量的硫。也许更有趣的是呢，在文章2中对合成步骤的顺序是这样解释的：他们从 LK99的破碎的石英瓶传说中获得了这个想法，只有当样品意外的在高温下暴露在空气中时 ，LK99 才会形成的传言。那他们呢，还利用了铜掺杂位点重要性的这个想法。磷酸盐矿物中有2个铅位点，分别简单的称为铅1位和铅2位。那有强烈的暗示表明将铜置于铅1位点对 LK99中的超导至关重要。但是在实验上你很难控制铜的去向。那计算表明铜在铅1位点和铅2位点的能差很小，在任何真实的样品中2种位点都可能存在铜。那王博士等人呢，似乎有一个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硫的用途。那如果能制备硫酸岩石，那么硫化物离子呢将位于一个通道位置，这就在铅1的位置旁边。他说如下图所示的这个 C 轴查看的就这个图于是动机变得清晰起来，有了通道中的硫
1和硫2，于是动机变得清楚起来，有了通道中的硫铅1和铅2对铜掺杂的区别就更大了。铅2没有硫键，而铅1的位置有。也许这足以推动铜进入铅1位点。他们声称有 DFT 证明这一点。因此呢，硫酸盐矿物在水热条件下制备的，那么选择水热合成呢，是为了防止含铅试剂呢在转化为硫酸盐前挥发，然后呢使用900度的氩气退火后，将铜掺入铅1位点。现在铜就位，硫就不需要了，可以使用500度的氧气退火来去除硫，但是温度足够低，不会使铜离开其位点。知乎文章的2就解释了结构中可能会残留一些硫，但在论文发表之前他们不会透露具体的含量，这很公平他括号里边说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明白其中的逻辑，再次声明，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有很多表征结果可能会被保留下来。如果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如果，很大的 if， 那么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优雅的合成。那在磁性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上呢，我上次没有提及，在这里也简单的提一下。信号看起来非常小，真的小。那么这么小的信号，你必须非常确定它不是某种污染物，不是一些微小的尘埃中的铁磁性。那最后说呢 ，Let's keep watching 我们继续关注吧。所以这个罗伯特教授对于这个呆院的这个论文的在 X 平台的这个评论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到位的，也很中肯这就像罗教授像这个习老师姚教授前面说的，确实是比较正面也好，友好也好。那么这里边呢也展示了呆院的这个手稿这个手稿千万不要再送人了要先送我一份copy的。那现在这个总体来说罗伯特教授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给大家再次讲得很白，相当于一个娃娃版的这么一个解释，让大家知道呆院的合成配方、反应机理多个方面，它是怎么用硫化物作为中间产物，然后再去除硫的这么一个策略。目的呢，就是控制铜掺杂位置。这种分析思路呢是很值得学习的。另外呢，他也没有匆忙的下定论这个比如说任何歧视性的他用了这个如果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词语呢来说他自己分析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这种谨慎的态度也确实是应该的。毕竟呆院发的是 preprint 预印版的论文，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也没有在正刊上发表。那么另外呢，他也说了他在语言上可能有一些误解，在这个学术各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谦虚的。那关于磁信号弱的问题，那这个呢大家可能都会提这事儿，确实是比较弱。但是如果大家知道了这个呆院他们在检测方面的各种努力，各种的注意多少次的反复，以及很长时间的这个等待，我觉得这种担心呢可能就是不一定就是说会变成现实，是吧？所以整体来说呢，罗伯特教授分析的非常这个明白，证据也很充分，态度也很谨慎，为人严谨，是一位我觉得正牌教授的一个该有的态度我觉得呢，对于学术上的观点，第一个我们要排除地域炮地域炮既包括中国的，也包括中外的比如说韩国张嘴就是偷中国东西，那现在韩国人可是反过来说中国人偷他们东西了。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主流的、非主流的这种歧视性的也要排除掉。我今天上午发的那个英文视频里边我自己都没留心，有热心的群友给我扒出来了对不起说我对吃大师那个翻译呢，中文呢写的是公民科学家。说实话，这个事儿我当然对民科这个词也是排斥的，但是呢，我第一版就是我那个英文稿子是有翻译过来稿子的，我英文水平绝对到不了那个水平，张嘴就来我其实大部分都是念稿的那当然我第一次翻译的时候呢，我就给 AI 画了一个圈，我说你翻译这个的时候你要
我告诉他，池大是个什么人？他是一个杂货店的店主，烟酒店店主，但是他非常热心科学，他有这个动手的能力，果敢的这个态度，然后讲了很多，然后 AI 就把它翻译成了公民科学家，他没有翻译成民科，你懂吗？所以后来我再换成中文的时候，哎，就变成了公民科学家。牛逼，所以这个词儿呢，我也很喜欢的。哎，这就是关于这个对罗伯特教授啊，对戴院的这个论文的这个再次的回复。所以他说的最后一个词儿呢，哎，也是很好的。我们 wait and see， 对吧？wait and see。好的，晚上给大家短短的录一期，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